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我公公去世3年后，我婆婆突然怀孕了。我把这件事告诉我老公后，他神情突然变得诡异。55岁属于高龄产妇，且不说怀孕生娃这个过程很危险，就算顺利生出来了，这孩子要怎么办？妈，你都55了，已经没有那个能力去抚养孩子了。我也怀孕了，再过5个月就生了。家豪压力很大的。我才发现婆婆手里的验孕棒是2条杠后，顿时慌了。公公已经去世了3年，婆婆没有再婚，这个孩子是谁的？我不得而知，只能隐晦地劝她不要生。我见多了这样的家庭，老来得子，然后生出来，让自己的孩子养。我和家豪新婚燕尔，才刚结婚1年，才怀了第1个孩子，还有几个月就要生了。我不想在这个关头摊上这事。婆婆丁香沉着脸，一语不发。我心更乱了，难道她还真打算生出来不成？不行，这事我得告诉老公，让他阻止婆婆。家豪回来后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了他。他听完，脸色变得很奇怪。真怀了？去医院检查了没有？我摇头小声道，没有，只是用验孕棒测试了，验孕棒的准确度能在90%以上。我觉得婆婆是真的怀了。怀没怀，能是你说了算的？家豪冷嗤一声，医生说了才算。我没出声，只是心里觉得疑惑。正常一个儿子听到这话，不是应该好奇孩子的父亲是谁吗？怎么关注点反而在这里？难道他早就知道婆婆另找新欢了？合着这个家就我不知道呗？我心情突然不好了，总觉得自己被他们排除在外了一样。家豪也没注意到我的脸色不好看，他起身出房，拉着婆婆就往外走。我急忙跟了上去。我们来到了医院，婆婆被折腾得有些累。我看到家豪抿着唇，一脸紧张，也没有打扰他们，而是拖着个大肚子去楼下买点吃的。孕妇容易饿，不管婆婆最后打不打算留，肚子总得填饱来。我很快就买完东西，提着一袋吃的，刚回去就听到他们2人在争吵。这孩子必须留，你听我的就对了。我僵在原地，有点没想到这话居然是从我老公家豪嘴里说出。他什么意思？他这是愿意替他妈养孩子，那我呢？我的孩子又算什么？我沉着脸将东西丢到他身上，然后转身就走。我以为他会追上来，可是没有。等我回到家，吃完外卖，又等了2、3个小时，才看到他和婆婆2人有说有笑的回来。我的眼神定格在家豪手上，这是什么？婴儿用品呢？家豪翻了个白眼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扶妈进去啊！我本就压着的脾气顿时就上来了。她是孕妇，我不是。她怀了3个月，那我呢？怀了5个月，你怎么不说？我们孩子需要用的东西，她到现在都没有陪我去买。每次和她说，都是左耳进右耳出，不当回事。可现在婆婆才发现怀孕第1天，她就带着去买了。这怎么能不让我多想？这还没生出来呢，就偏心。这要是生出来了，我肚子这个孩子岂不是在这个家里没有一点地位？我本来就生性敏感，现在怀孕，激素一上来，更是控制不住情绪。家豪这才发现我的不对劲，他急忙上前抱住了我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是我的错。我听着他的安慰，决定今晚再和他聊聊。婆婆从这身边走过，不冷不热地哼了一声，娇气。我脸色顿时一变，以往待我和气的婆婆，今天怎么感觉变了？我没有多想。晚上，我和家豪洗漱完，躺在床上，他没有和之前一样，侧过身，贴在我高高肚皮上，逗弄孩子，做胎教。
而是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出神。我忍耐不住，打断了他的思绪：“你真打算让妈生下来呀？”“嗯。”家豪点了点头，没有一丝犹豫。我心一寒，那孩子谁养？婆婆坐月子谁照顾？谁伺候？孩子我妈会养，坐月子不是有月子中心吗？家豪满不在乎地说道。我很生气，妈养，她要带孩子，怎么去工作？怎么去赚钱养娃？孩子是不是最后还是丢给我带？月子中心的钱是不是还得我们出？你明知道，把一点钱都没给他留下。我们住的这房子还是我家出的首付。家豪皱了皱眉，这个道实在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还道实说，月份大了就不能打了。我非常生气，从没想过他想事情这么片面。还有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啊？7000块，扣去房贷车贷，才剩多少？养了妈的孩子，那我的孩子谁养？这才是我最在意的。我的孩子，我想要给他最好的，我没有那个义务把对自己孩子的爱分给别人，哪怕他是婆婆的孩子也一样。我就是这么自私。家豪不吭声了，他翻了个身睡觉了。我气得肚子闷痛。家豪平时对我很好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吵成这样。准确来说，还是我单方面生气。我很憋闷，又无奈，还不甘心。不行，我不能放弃我的婚姻，也不能坐以待毙。我要想办法找到婆婆的情人，让那个男人履行自己该履行的义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拖着笨重的身体找到了我的闺蜜北北。北北听完全部过程，气得差点上门揍家豪。这王八蛋，他是不是忘了，要是没有你，他现在也不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，还养2个孩子。我呸，就他那点工资，养一个都够呛了。奶粉不用钱，衣服尿布营养品不用钱，合着这些都是刮大风刮来的。现在都是拼教育，很多人孩子还没满3岁就送幼儿园提前接受教育。咱为的啥？为的就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再大一点，辅导班是不是还得安排上？那些学费、资料、学习工具，还有好一点的学校，哪样不要钱？别说我说的难听，家豪现在的工作稳定是稳定，可就是太稳定了，根本就没有提升的空间。每个月拿的就是这点死工资，他真的不用脑子想问题是吗？这孩子要是留下来了，你们的娃吃啥喝啥？北北一通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了。我和家豪从大学认识至今，我排除万难在一起，扛过了我爸妈的考验，也度过了前女友突然出现的关卡。我们买了房子，买了车子，眼看着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，可现在却摊上了这种糟心事。我红着眼睛憋了一晚上的眼泪，终于在这一刻流了下来。这件事我都不敢告诉我爸妈，他们为了我都操碎了心。这事要是被他们知道……我哽咽着，声音低了下来。北北拍着我的背部，轻声问道：“我都懂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找到孩子的父亲？”我抹了抹眼泪，抬头定定看他：“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北北的父亲是私人侦探，有他的帮忙，事倍功半，也能尽快查到那个人的身份。我没有时间等，我也等不起，我得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”我摸着肚子，感受着频率不一的胎动，眼睛又红了。宝宝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为你拿回你应得的东西。北北父亲的速度很快，不过2天的时间，就把婆婆这个月所接触的人的资料全部都找了出来。我婆婆丁香，平时很少出门，也很少和别人打交道，每天都是待在家里，除了买菜的时候会出去一下，基本都很少出去。而这份资料中只显示了婆婆和5个人有所接触，
其中2个是菜市场的卖菜阿姨，剩下的3个分别是：一、刘民，48岁，是我们小区门口的保安大叔，未婚，为人和善；二、赵仲，50岁，是管理我们这片小区的物业队长，已婚，有一子。我的视线往下移，停在了第3个人的资料上。在看到第3个人的名字和照片后，我直接愣住了。一个可怕的念头从我心头浮出：不可能！我咬着下唇，不愿相信，也不敢相信。为什么会有他？为什么？我颤抖着手打了一个电话出去：“喂，闺女啊，身体怎么样了呀？怎么今天有空打回来了？”我爸张涛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，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语调。我不愿相信，最后一个人居然会是我爸，这是误会，一定是的。我干笑2声，不经意地问了一句：“爸，上周五和上周六你在哪呀？”“在家呀。”“怎么了？”我心里一阵咯噔。他在说谎。北父亲查出来的资料有照片，有时间线。上周五和上周六，我爸分明就来到了100公里外的这个小区，和我婆婆私下会面。为什么要说谎？为什么？我沉默了许久。张涛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，他轻声细语道：“怎么了，闺女？是不是嘉豪那小子欺负你了？”“爸，我没事。”我突然想起，我待会还要去医院检查，先不说了呀。我匆匆挂断了电话，眼神定格在第1个人和第2个人的资料上。我爸那么疼我，我应该相信他。和婆婆有接触的男人，除了我爸外，不是还有另外2个吗？我得从他们身上开始入手调查。我来到小区保安室，却扑了个空。在问了值班保安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刘民早在昨天就已经辞职回老家了。这也太巧了吧！我拧着眉头嘀咕了一句。突然，一个人从我身后冒了出来。什么这要巧？是嘉豪！我浑身一僵，有种干坏事被发现的心虚感。不等我回应，嘉豪又笑了出声。我也觉得很巧。我愣住了，他什么意思？难道他也在调查刘民？我心脏开始砰砰乱跳，脸上的笑还没洋溢开，嘉豪就开口打断了我：“我给你带了北城那家蛋糕，你最爱吃的，就是路有点远。”我都担心化了，想着赶紧回来，早点拿给你。没想到啊，这小区还没进呢，就瞅见了你。你说这还不巧吗？嘉豪笑得贱兮兮的。阿雅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特地来门口接我呀？我就不该对他有所期望。我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就走。嘉豪抓了抓头发，有些懵。咋了？你咋又生气了呀？嘉豪追在我的屁股后面，手里提着蛋糕，又怕我走太快碰着呢，又担心自己手里的蛋糕弄塌了，一时间竟有些手忙脚乱。这样的嘉豪让我有种我们回到了过去的感觉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怀孕，婆婆也还没怀孕，一切都还好好的。我看着他，眼底闪过一丝迷茫。我是不是有点钻牛角尖了？不等我纠结完，对面传来的冷哼声瞬间让我打消了我心里仅剩的愧疚。我冷眼看着我婆婆一出现，嘉豪就冲了过去，扶住了她，一脸紧张，就连手边的蛋糕倒了一半都没发现。张雅，这孩子是我的命根子，我必须生。丁香看着我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改变主意。我没吭声，也不能吭声。这是在外面，是在人来人往的小区里。我要是说了什么阻止婆婆生孩子的话，这里的人一口一个唾沫都能把我喷死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，故意挑在这个地方说这件事，我觉得很难受。如果他有钱有资本，丈夫还在，自己也有能力去养育这么小的孩子，
那我怎么可能会那么狠心的让她打胎？我也怀孕了。我当然知道这样的话对她来说有多么残忍，可现在的问题就是她太不现实了，为什么就不能承认自己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呢？有本事生，没本事养，这对那孩子来说就真的好吗？明明我只是想要一个简单幸福的小家庭而已，为什么要碰到这种吃力不讨好、贼戳心窝子的荒唐事呢？我下意识地看向嘉豪，却发现他一点表态的意思都没有，所以那天晚上的谈话，他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我心一痛，可我又不甘心这样放弃自己的婚姻。我攥紧了拳头，看着他们，看着丁香的宣誓，嘉豪的漠视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找到孩子父亲的想法。这个亏，我绝对不会咽下去。我托了好多层关系，才找到刘民的老家。还好宝宝听话，没折腾我，不然这一路可有得受罪。我摸着肚子，满脸幸福，敲开了刘民的家门。你是？刘民警惕地看着我，脸上没有一丝照片上的和善。现在的他看起来穷困潦倒，满脸颓废。不过是短短的几天时间，他发生了什么？我按下心中的不解，说出了自己的来意。请问，你认识丁香吗？刘民一听到这个名字，立马拉下了脸。不认识。说完，他就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。我差点被碰到鼻子，心脏都开始乱跳了。这刘民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听到婆婆的名字就跟见了鬼一样？我的不解很快就在北父亲那里得到了答案。您是说他不是主动辞职的，而是被辞退的？为什么呀？我疑惑地看着北父亲，他喝了一口热茶后，才缓缓开口道：因为你婆婆举报了他。4月28日下午3点钟，你婆婆举报刘民，说他猥亵她。保安队长知道后，二话没说就直接辞退了刘民。我一愣，所以婆婆和他见面是因为这件事？没错。不过北父亲放开把玩着黑色钢笔的手，从抽屉里拿出最新查到的资料，摊开放在我面前，指了指最后一行。刘民是被冤枉的。那天下午，刘民根本就没有进到你家。你婆婆在说谎。为什么？我皱着眉头，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。难道说她是为了给孩子真正的父亲掩饰，所以才会故意冤枉刘民，给他做一个不在场证明？我感觉我摸到了一点真相。北父亲嘴角边溢出一点笑。没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现在正往这个方向调查，一有消息我会通知你。谢谢，那就有劳你了。我从北家离开，松了一口气。接下来是第二个人，赵仲。我很快就找到了他，他看到我出现，一点惊讶都没有，似乎早就料到我会来找他。如果你是来问你婆婆的事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赵仲按下烟头，面无表情。如果可以，请你转告那个男人，让他也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我愣住了，那个人是谁？除了我，居然还有人找他？我连忙问出的问题，并没有得到答案，赵仲就把我赶了出来。我有些丧。资料上的3个可疑人物，一个是我爸，一个是被冤枉的，最后这个又神秘秘的，什么都不愿意说。难道事情就只能这样了？不，我不认命。那个男人，除了我，还知道调查赵仲这件事的男人，不就是北父亲？我被自己的想法给吓了一跳。不等我甩掉这个荒唐的想法，我就接到了北父亲的来电，不要再查下去了。我拧起眉头，什么意思？再查下去，你会后悔的。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对你更好。北父亲的声音有些飘渺，也有些无奈。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。
可是我不甘心，一天不查到真相，我一天不能安心。手指攥紧了电话，我看着窗外，感受着肚子的跳动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提议。我不会放弃的。听到那边突然变得粗重的呼吸声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开什么玩笑，距离真相就差那么几步了，我怎么可能会放手？就是为了我的孩子，我也要坚持。我死死地咬住下唇，恶狠狠地瞪向隔壁丁香居住的房间。第二天，我还没起床，就接到了一个惊天消息：北北父亲死了。他最后一个联系的人是我。警察很快就上门，对我进行询问。我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们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昨天我们只是打了一通电话，聊了几分钟。我不知道他在哪，更加不知道他会死。我红着眼睛，也不知道他的死是不是和我有关。我有些害怕。早上匆匆赶回的嘉豪搂住我的腰，无声地安抚我。可我却在他身上闻到了陌生的沐浴露味道。他昨晚不是加班吗？怎么还有时间去洗澡？我眼里闪过一丝疑惑。不等我想明白，对面的警察同志就打断了我的思绪。你们聊了什么？我手指一僵，突然不知道该说真话还是假话。嘉豪就在身边，我要是说了真话，他该怎么想我？我不想我辛苦维系的婚姻因为这种荒唐的事而彻底破灭。我的孩子需要一个父亲，我也需要一个丈夫。在犹豫的2秒钟，警察同志像是察觉到什么，他突然笑着开口：“我们去房间聊吧。”我一愣，然后呆呆地点头。嘉豪看着我们走进房间，眉头微微皱起。丁香看着这一屋子警察，忍不住晦气地撇了撇嘴：“真是个扫把星。”他的声音很小，却足以让嘉豪听见。我不知道房间外发生的事，我还在接受盘问。你刚刚说你和受害者联系，是在调查你婆婆怀孕的事。我点了点头，眼泪含在眸中。没错，我婆婆怀孕了，还打算生下来。你也看到了，她年纪这么大了，要是真的生下来，那孩子到时还不是让我和嘉豪来养？我不愿意，不仅仅是因为条件不允许，更是因为我不想吃这个亏。所以我拜托了北北父亲，帮忙调查孩子父亲的身份。我查到了3个可疑的人，我颤抖着手，将资料交给了徐 Sir， 里头其中一个人就有我爸。我不知道徐 Sir 拿到这份资料后会不会为难我爸，我很害怕，又不得不交出来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徐 Sir 看到资料，眼睛一亮，有了这份资料，确定嫌疑人身份的范围就能缩减很多了。我能问一下吗？他是怎么死的？我红着眼眶，心里很难受。徐 Sir 摇了摇头，无可奉告。如果还想起什么新的消息，请记得及时通知我，这是我的电话。我低头接了过来，伸手抹了抹眼泪。好，我会配合调查的。警察离开后，我魂不守舍了好几天，直到北北父亲葬礼举行的时候，我才重新踏出房门。外头的天灰蒙蒙的，好似要塌下来一样。我出现在现场，一眼就看到了泪流不止的北北和他母亲。北北很痛苦，我看到他那样，心里也很不好受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他父亲也不会去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或许我该认命了，也该放弃了。我跪在墓碑前，想给他磕头，却因为肚子大了，无法弯腰，只能作罢。我余光一扫，突然看到北北母亲在烧的东西里有个反光的黑色钢笔。钢笔，我顿住了。我好像记得他曾经说过，这是他的秘密武器。表面看着是钢笔，其实是根录音笔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接到他的最后一通电话，他突然变得粗重的呼吸声。现在想想，那不就是故意发出来，用以遮掩录音笔刚开启时发出的噪音吗？
如果真是这样，这个录音笔很可能就录下了凶手的声音。我想也没想，就伸手往火里探去，直接抓起了那个还没来得及被烧毁的录音笔。北北和北北母亲被我吓了一大跳。你没事吧？北北抓住我发红的手，气得眼泪直冒。王八蛋，怎么今天还不让我省一点心？走，我们去医院。我没事，我急忙拉住了他，就是一点发红而已，不疼。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这个，而是录音笔。我把他们拉到房间，然后打开了录音笔。在听完一段呼呼呼的风声后，录音笔里突然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。这声音不是北北父亲的，而是张涛，我老公临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。怎么会是你爸？北北母亲死死地盯着我，我被盯得头皮发麻。妈，可能是个误会，张叔叔不是这种人，我相信他，也相信阿雅。我们还是继续听下去吧。北北母亲只能按捺住满腔怒火，没有再开口。我苦笑一声，将注意力放在了录音内容上。对话内容如下：张涛问：老北呀，事情都调查的怎么样了？北北父亲说，已经查得差不多了，我还在等医院的检测报告，最迟明天我就能拿到手，到时电话联系。张涛说：好嘞，谢谢了呀。哥们，对话不长，只有简短的几句话，我却听得云里雾里。报告？什么报告？爸，你究竟在调查什么？我不敢直接问，我知道，以我爸的性子，就算我问了，他也不可能会说的。所以，最好的办法是在警察查到之前，尽快找到这家医院，拿到报告书。我和北北对视一眼，默契地起身，朝着他爸的房间走了过去。经过翻找过后，北北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张医院的名片，世华中心医院。距离真相越近，我的心就跳得越快。我和北北没有耽误时间，直接赶了过去。等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徐三他们已经到了，他们看到我们出现，有些意外。徐三投射过来的眼神带着浓浓的探究，我被看得心里一阵咯噔。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我强装镇定，看着他的靠近，干笑了声。来做检查。徐三单挑眉头，很明显不信。你爸都招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什么？我愣住了。我爸招了？他招什么了？北叔叔的死，难道真的跟我爸有关？我又哭了。可这回，北北没有再安慰我。我知道，我和他回不去了。我坐上了警车，一脸迷茫，直到抵达目的地，我才从思绪中脱离出来。报告，徐 Sir， 又发生了2起命案。一个警察突然敲开车窗，冲着徐 Sir 低声说道。我听到这话，突然打了一个激灵。怎么又死人了？这次死的是谁？别害怕。徐 Sir 看到我苍白的脸色，难得缓和了语气。你不是嫌疑人，只是过来配合调查。接下来，只要你把你丈夫的所有资料和交往过的人事无巨细地告诉我就行了。我猛地抬头，什么意思？你们是在怀疑家豪？怎么可能呢？家豪那么老实温柔，怎么可能会杀人？我不敢置信地摇头。徐 Sir 只是笑而不语地递了一份报告给我。我颤抖着打开一看，顿时惊住了。报告书里清楚地记录了家豪和婆婆丁香毫无血缘关系，而第2份报告更是让我心生作呕，只想吐。这是一份 DNA 检验报告，报告显示丁香肚子里的孩子和家豪有血缘关系。换句话来说，家豪就是丁香孩子的父亲，是我兜了一个大圈都没能找到的人。我看完报告，僵在原地，五雷轰顶。我们怀疑北城的死和家豪有关。在他发现北城调查他和丁香的事后，他起了杀心，所以杀人灭口，
现在我们找不到他。你和他认识了这么多年，一定知道他的习惯和藏身之所，好好想想，然后告诉我们。我想冷静一下，可以吗？我苍白着脸，摇摇欲坠。徐三表示理解，他起身离开了车内，靠在车外，懒洋洋地拿了根烟，抽了起来。我摸出手机，呆滞地抚摸着手机屏幕里的相片，那是我和嘉豪的合照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做出这么恶心、这么违背常伦的事？我才是他的妻子啊！难道就因为我怀了身孕，他就管不住下半身了？眼泪一滴滴地掉落在屏幕上。突然，手机弹出了一个来电，我定睛一看，发现居然是我婆婆打来的。她怎么还有脸联系我？我怒火中烧，一接通电话就劈头盖脸地骂了她：“你怎么这么恶心？没有血缘关系就能做这种事吗？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嘉豪为人老实，一定是你故意引诱他，他才会犯了这种错误。你真的让我想吐。”我发泄了一通后，突然听到了一句句轻微的求救声：“救命！救命！”那是我婆婆的声音。她怎么了？我害怕了，急忙打开车门，将手机递给了徐四。我婆婆有危险。随着这声落下，电话也被挂断了。徐四一听到这话，立马丢掉烟头，上车，载着我往家里赶去。在打开家门的那一刻，我被眼前的这一幕给吓呆了。血，到处都是血，那些血从干净的楼梯一路蔓延到地上，然后消失在丁香的身下。别看，闭上眼睛。徐四儿挡在我面前，盖住了那铺天盖地的红，还有呛鼻的血腥味。救护车到了，他们带走了丁香。我呆滞地跟着跑来跑去，在经过一夜的抢救后，他的命保住了，孩子也保住了。可惜他成为了植物人。我坐在冰冷的长凳上，垂着脑袋，不明白为什么不过一天，我的世界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北父亲死了，嘉豪失踪，成为头号嫌疑人。我婆婆丁香成为了植物人。徐四儿走过来，停在我面前，我没有抬头，整个人思绪都是混乱的。徐四儿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婆婆摔下楼是意外，你不要太自责了。对了，刘民和赵仲都死了，我们怀疑他们都是嘉豪杀的。死了？怎么会这样？”我捂着脸，突然浑身发软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我瘫在长椅上，看着前方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突然开口：“我有办法能引他出来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”“什么条件？能不能保护好我？”我摸着自己的大肚子，笑得很难看。我的孩子不能出事，我这辈子的指望就是他了。你放心，保护人民是我们的职责。我听到徐四儿的保证，安心了。我把他们带到了嘉豪所在的老家。他们穿着便服，潜藏在各处。在一切安排妥当后，我拨通了嘉豪的电话。嘟嘟嘟，电话里传来的声音让我紧张地抓紧了手机。快接，快接呀！怎么还不接呢？我打了一个又一个，最后终于在打了4、5个之后，电话通了。那头传来了嘉豪沉重的呼吸声：“你相信我吗？阿雅，我不是凶手，我真的不是。”他颤抖的声音传了过来。我看了眼站在旁边的徐四儿，然后点了点头：“我相信你，你不可能会做这种事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嘉豪啊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一定要认真想。我不能没有你，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父亲。”我说着哽咽了。嘉豪听到我的哭声，越发烦躁。我想不出，真的想不出。阿雅，别哭了，你过来，我抱抱你。那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等你。我留下这句话后就挂断了电话。我擦了擦眼泪，红着眼睛看向徐四儿：“警官，如果嘉豪真的杀人了，
那他会死吗？会，判处死刑。我听到这话，双腿都软了，要不是手边扶着桌子，我恐怕要狼狈地倒在地上了。我和嘉豪是在珠江大桥上认识的，我依稀还记得，那天的风很大，我穿着碎花裙，狼狈地抓着裙子，走在桥上，一步一步地挪，生怕自己走光。嘉豪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，他脱下了自己的外套，系在了我的腰上，帮我解决了当时的困扰，然后我们就认识了。在加了微信之后，我们发现自己居然和对方聊得这么来，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自然也就是顺其自然的事了。我本来以为我会就这样幸福地度过余生，没想到事情竟然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站在桥中心，看着嘉豪一步步靠近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。他冲过来，抱住了我，小心翼翼的，宛如我们当年第一次见面。我贪念地闻着他身上的味道，然后苦笑一声：“我好想你呀。”嘉豪听到这话，非但没有感动，反而还冷笑一声，伸手插进我的头发，一把抓住监听器，摔在了地上。我脸色一白，嘉豪冷笑：“这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和警察合作了？你是不是要抓我进去，让我坐牢？是不是想和我离婚啊？”我害怕了，急忙摇头：“不是的，我知道，我之前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”嘉豪抓着自己的头发，非常烦躁，他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样，鬼使神差，就好像冥冥之中不受自己控制了一样，上了不该上的床，睡了不该睡的人，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呢？嘉豪想不明白，也越发激动。你不该这么狠心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死，也不可能让我的孩子和别的男人姓的。阿雅，你是我的，是我的。我看着他陷入癫狂，有些害怕了。那些人怎么还没出现？我下意识地后退，嘉豪步步紧逼。嘉豪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刚刚是开玩笑的，我等不到救援，所以只能自救。我改变了一开始商量好的拖延时间策略，柔声细语道：“那只是一个普通的耳机而已，你忘了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就戴着耳机。”嘉豪没听进去，他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他对我说了谎，他的确杀人了，现在将我骗出来，也是为了带我一起走。如果他不愿意，那……嘉豪突然狠下心，一把抓住我的肩膀，然后将我推到桥边。不要！你要干什么？我的挣扎无济于事。我意识到，嘉豪是真的想要我死。我的心一点点掉落在尘埃里，痛得呼吸都有些困难。冷风在耳边呼啸，我大声呼叫：“救命啊！不要不要！嘉豪，不要啊！”在我掉落珠江桥的那一刻，我下意识地紧抓着嘉豪的手臂，最后和他一起掉进了底下那条又深又长又冰冷的珠江。赶紧救人！徐 Sir 看到出事，急忙安排捞人。他盯着掉落在桥上的监听器，眉头皱得紧紧的。为什么会被发现呢？原本他和我沟通好，他带着监听器，拖延时间，想办法将嘉豪引下珠江大桥，然后再在恰当的时机通知他们动手抓人。可关键时刻，监听器居然被发现，给嘉豪丢在地上砸坏了。经过紧急的打捞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我和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的嘉豪。我在医院里有惊无险，经过抢救，肚子里的孩子保住了。我醒过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天平间，呆呆地看着嘉豪的尸体。徐 Sir 跟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。突然，他像是看不下去了，打破了寂静。他的下个目标本来就是你。说着，徐 Sir 拿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险单。这张保险单清楚地记录了，如果我出现任何意外，嘉豪将获得500万的赔偿金。
我看着保险单，眼泪又无声地涌了出来。巨额保险，500万，就为了500万，他居然想要我死！徐 Sir， 他是不是早就设计好了这一切？我哭成泪人，站立着身体，不敢置信。徐 Sir 叹了一口气，没出声。最近这几年确实出现了很多杀妻骗保的案子，没想到原本只是一宗简单的谋杀案，还能牵扯出这事来，我也太倒霉了。徐 Sir 一脸复杂，我哭的肚子隐隐约约都有些抽痛。钱，他要钱，怎么不直接跟我说呢？为了他，我家连房子首付都给了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捶打着家豪的尸体，哭得不能自已。混蛋！徐 Sir 没有阻止我的发泄，而是在一旁静静地守着我。我发泄了没多久，不远处就跑来了他的同事。老大，我们又查到了一个新消息，您看。他把手里的资料递给了徐 Sir， 徐 Sir 打开一看，脸色顿时变得奇怪了起来。阿雅，你丈夫家豪还买了另外一份保险？什么？我的心好像已经不会跳动了。我呆呆地抬头，什么保险？他的意外事故巨额保险，受益人是丁香。我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。所以家豪其实是做了2手准备，他是不是担心如果杀我不成，事情败露，为了给他妈的孩子得到保险赔偿，还准备设计自己假死？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把我的孩子当成一回事。我已经哭不出来了，哀大莫过于心死，大抵就是这样。节哀，你婆婆还需要你照顾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找我，谢谢。我垂下头，实在提不起一点精力。家豪一走，还没和他离婚的我，就成为了侍奉婆婆的唯一人选。婆婆现在已经成为了植物人，她肚子里的孩子还好好的。我一想到再过几个月，我就得一个人带2个孩子，伺候植物人婆婆，就觉得崩溃。日子过得很快。几个月后，我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婴。我爸我妈早早就提前来到我家，伺候我坐月子，不用再面对那对关系畸形的母子。我这个月子竟过得十分畅快，女儿也乖巧听话，一点都不磨人。我很高兴。更让我高兴的是，3个月后，我婆婆在医院生下一个儿子后便去世了，而我也不枉设计了这么多事，最后终于如愿得到了那笔巨额赔偿款呢。全文完。番外1：张雅。我早就看我婆婆不顺眼了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。她儿子在的时候对我和气体贴，她儿子一走就对我不是鼻子不是眼睛的。我嫁给家豪可不是为了受他的气的。我没忍住，在家豪面前揭开了他妈的真面目，没想到他居然不信，不仅不信，还指责我不该这么冤枉他妈。这是我犯的第1个错误，我根本就不该对他说这件事。母子毕竟是母子，又怎么会是我一个外人能比的呢？自从我挑破了这事后，丁香也没有再掩饰什么了，直接当着家豪的面就开始为难我。家豪更是听他妈的话，对我拳打脚踢。家豪根本就是一个妈宝男，他妈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我说什么都是错的。我被骗了，我过得一点都不开心。这对母子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也是我家千娇万宠的宝贝啊！凭什么？我嫁过来就要受这个气？我不甘。一个大胆的想法和计划涌上我的心头。你们死定了！我冷冷地看着他们这对母子，当天下午就给他们下了药。在亲眼看到他们纠缠在一起，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才半关上门，然后想办法找来了物业大叔赵仲。赵仲这个王八蛋，眼睛都看直了，居然也没胆子走进去戳穿他们做的肮脏事。没关系，我本来也不指望他，
我看到嘉豪和丁香清醒过后的惊慌失措，看着丁香为了掩盖这件事，故意引诱流民上门，然后再翻脸不认人，直接举报了她。接着她怀孕了，之后的事全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。我故意让北父亲参与调查，就是想让给嘉豪一个压力。没想到这小王八蛋怂了20多年，突然有胆了，居然杀了北父亲，然后还想杀我。嘻嘻嘻，可惜呀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里呢，谁杀谁还不一定呢。我没有手软，在嘉豪动手前，我杀了刘民和赵仲，然后在他们的家里留下了属于嘉豪的毛发。接着我在家里的楼梯上放了一层不薄不厚的冰片，然后设定了定时电话，引诱丁香下楼接听电话。她踩中冰片就一定会摔下楼，她可是怀孕了呢，这一摔不死也残，冰片也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融化成水。而我早已悄悄在楼梯的角落里放置了一个倒在地上的杯子，这样一来就没人会怀疑地上残留的水渍。这件事我可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呢，所以万无一失，我就这么成功在徐 Sir 身边，隔着几十公里把丁香弄成了植物人。我有了不在场证明，自然没人会再怀疑到我的头上来。嘉豪是我的最后一个目标。我根据徐 Sir 的要求，一步步带着他设定了自己的计划。桥上的风真的很大呢，我的头发被吹得乱跑。嘉豪轻而易举就发现了我耳后的监听器。我最了解这个男人了，同床共枕这么久，他的性子我里里外外都摸透了。他受不了刺激，大男子主义，绝对不允许我有离开他的念头。嘻嘻嘻，我就这么一句句的不经意间刺激了他，然后当着所有警察的面，我被嘉豪推进了江里。当然我没有放过他，我死死地抓住他的手，和他一起掉了进去。没人知道我为了这一刻每晚练习了多久的闭气。我看着嘉豪在我手下失去了动静，然后再一脚将他踹进江底，涌出水面，不停地呼救。最后我赢了，我骗过了所有人，拿到了这笔价值1000万的赔偿金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儿子突然告诉我他有女朋友了，打算带回来给我见见。我满心欢喜地准备了一整晚，精挑细选了一个最好看的爱马仕，打算给未来儿媳妇当见面礼。结果儿子领着那个女人一上门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。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我白手起家做到现在，什么人没见过？眼前的女孩子虽说看起来一脸清纯、人畜无害的样子，然而却在看到我家奢华装修的一瞬间，眼睛一亮，脸上压抑不住地露出一丝狂热的喜悦，似乎察觉到我在看她。这个叫陈心的女孩子猛地回过神来，状若自然地跟我问好：“阿姨您好，我是陈心，宋钱的女朋友。”我眉心微不可察的一蹙，恢复了笑容：“快进来吧，家里都做好饭了，一会儿咱们吃饭。”饭桌上，儿子得意地朝我扬眉：“怎么样，妈，欣欣好看吧？她可是平面模特。”我扫了一眼陈心的脸，的确称得上一句五官精致。巴掌大的瓜子脸上，一双大眼睛楚楚动人，脸上的裸妆花了大心思，连下睫毛都是一根根刷得分明。我其实对儿子的择偶不愿意干预，希望他能找个喜欢的女孩子就好。可是我也不愿意找一个拜金的儿媳妇，冲着我家的钱来。我不愿意一棍子把人打死。想了想，决定试探一下这个女孩子。我拿出包装好的爱马仕递了过去，笑道：“欣欣啊，第一次来阿姨家，阿姨也不知道你喜欢点什么，这个包希望你喜欢呢。”在看到橙色包装盒的一瞬间，陈心双眼放光，
几乎是急不可耐地伸手接了过去，随即大概是察觉到自己有些着急了，他赶紧推辞道：“阿姨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”手上却牢牢地握住礼盒不松开。我那傻儿子还在一边帮腔：“妈给你的就拿着，这种包他有110来个，不用推辞。”对，我微笑道：“你喜欢就好。”陈鑫脸上笑容更盛，直到临走，他的嘴角都没有下来过。我打了秘书的电话，当天晚上就拿到了陈鑫的社交账号。微博上，他坐在我家230万买的真皮沙发上，一边的爱马仕不着痕迹地露了出来。客厅里奢华的捷克水晶大吊灯闪耀着炫目的光芒，配文是一点点礼物和日常。从头到尾，他都在含混不清的给人一种这是他家的错觉，营造自己是白富美的假象。我冷笑一声，就这种姑娘还想进我家的门儿？除非我蹬腿了。我拿着手机直接去找了儿子：“你看看你找了个什么样的姑娘？”妈不是不开明的人，但这姑娘的虚荣都快写在脸上了。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宋乾居然笑了笑，满不在意地道：“妈，欣欣不是这样的人，你真误会了。她估计就是不小心露出来的。”我震惊了，我儿子居然是个睁眼瞎。一提起陈鑫，宋乾脸上就不自觉地带上了傻笑。妈，欣欣她真的是个很善良的人。那时候她把我的车蹭了，她条件不怎么好，却坚持要把钱赔给我。她还很单纯，很善良，会去喂学校里的流浪猫。我每次买贵一点的礼物，她都埋怨我乱花钱。那些人都说她是为了钱跟我在一起的，只有我知道她不是。她眼里含笑，打开了话匣子似的说不完。总之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姑娘。我心里却纳闷儿，这套说辞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？好像我之前有个朋友也是这样，被一个开着小宝马的姑娘追了尾。姑娘长得不错，身材也挺好，当时就吓哭了，说自己没钱，能不能缓一缓？我朋友一看女孩子长得也不错，自己又不差钱，随口就说让她走吧，他自己走保险。姑娘却死活不肯，非加他微信要请他吃饭。之后又一直借着还钱的理由联系着，没几个月就把他拿下了。直到后来，他无意中在姑娘手里发现了一个高段位钓大款的教程群，里面把这些套路写得十分详细，专门让这些姑娘找豪车碰，连穿什么衣服、说什么话术都总结好了。他才惊觉自己被耍了。陈鑫不会也是这群里的群友吧？我皱眉，他追尾之后，是不是请你吃了顿饭，还分期还了你的钱？宋乾一怔，妈，你怎么知道？好家伙，原来我儿子是被人给盯上了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刚想和他掰扯清楚，然而强压着火冷静下来，我才觉得不行。宋乾是我打小看大的，他是什么性子我再清楚不过了，脾气特别犟，随他那个死了的爸。我要现在这么说，他满脑子都是那个陈鑫，肯定跟我争得脸红脖子粗，说什么他们是真爱。我得想想办法。第二天，我把这个陈鑫从里到外都调查了一遍。陈鑫家里条件很差，他爸是下岗工人，妈妈早年间出了车祸，左腿截肢，是个残疾人。我并不歧视穷人，我自己也是从穷人打拼起来的。当时宋乾他爸早逝，我自己抱着他在菜市场上卖猪肉，遭了多少白眼。可是这个陈鑫不但一点都不为家里分忧，还每个月拿着他妈妈的残疾补助在外面消费，家里的爹妈累死累活他不管，每个月都跟家里拼了命的要钱。听说前几年他要买苹果手机，他爸甚至被逼得去卖血了。一个纯粹的吸血鬼，这种品行败坏的女孩子要是进了我家的门，
迟早会把家败光。我想了想，决定先从陈鑫身上下手。他要是愿意自己离开，我不介意出一笔钱，省心省力。我约了陈鑫出来喝咖啡，斟酌道：“欣欣啊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但是阿姨觉得你跟宋钱不太合适，你觉得呢？”陈鑫似乎对我的来意早有预料，眼眶唰的一下就红了，泪眼盈盈道：“阿姨，我知道你肯定觉得我是为了钱财和宋钱在一起的，但是真的不是的，我就是单纯的喜欢他这个人，求求您对我不要有偏见好吗？”我磨了磨牙，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，只能拿出卡来递给他，这里面有200万。阿姨也不能让你白和宋钱在一起这么久。宋钱年纪小不懂事，也不会体贴人。你拿了钱再找一个好的。不行。陈鑫把卡推了过来，坚决道：“阿姨，这个钱我不能收，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”看着他一脸惺惺作态，我顿时失去了耐性，脸上的笑容一收，面无表情地道：“你以为你搞的那点把戏我没见过吗？你是故意去碰宋钱的车的吧？因为他开的法拉利。你的家庭背景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说白了，我们家是不会让你这种钻钱眼儿里的姑娘进门的。你连你妈的残疾人补助都能拿走，等你真和宋钱结了婚，我的棺材本儿岂不是都要被你挥霍干净？我劝你识相一点，赶紧拿钱走人。”陈鑫大概是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把他查了个底儿朝天，怔愣之后也干脆撕破了伪装，冷笑着把玩着桌上的卡：“阿姨，200万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宋钱送我一只表也不止这点钱了。我要是进了门，整个宋家还不都是我的？你当我傻呀？”我冷着脸：“那你想要多少？5000万？你给我5000万。”我立马走人。陈鑫一脸讥讽地看着我：“舍不得儿子，套不着狼啊！宋夫人家大业大，总不至于连这点钱都舍不得吧？”我怒不可遏，从来没见过这样厚颜无耻的人，一把抄起桌上的咖啡朝他兜头浇去。正要说话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暴喝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宋钱急吼吼地冲了过来，两眼喷火地看着我：“妈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，表面上答应的好好的，背地里又来找欣欣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是不是也和别人一样，都以为别人是冲着你这几个臭钱来的？”陈鑫此时的表情已经变得楚楚可怜起来，眼泪珠串似的往下掉落，泪眼朦胧地抱着宋钱，做出一副委屈又坚强的表情：“阿钱，你别为了我这样跟阿姨说话，阿姨只是对我有点误解。”他说不下去了，捂着脸痛哭出声。宋钱怒气更甚：“他这么对你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你干嘛总是这么善良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心疼？”说着，他扭头看向我，一脸的不忿：“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欣欣是我爱的女人，你这么对她，就好像在割我的心啊！咱们走。”还没等我解释，他就搂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陈鑫出了门。今晚我不回家住了。从头到尾，我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。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我恨得直咬牙。终日打雁，没想到今天却被雁啄了眼。万万没想到陈鑫居然跟我来这一招，釜底抽薪。也是，我以为他想跟宋钱结婚，多少要给我点面子，却没想到他压根就不想讨好我。他看中的是宋钱手里的股份，那才是最值钱的。只要哄着宋钱跟他结了婚，我再不同意又如何？他要什么没有？我攥紧拳头，装吧。有你真哭出声来的时候，我立马吩咐秘书去找人调查这个陈鑫的感情史。我不相信宋钱会是他第一个下手对象，如果有以前的对象可以出来作证，希望宋钱那个傻货能清醒一点。这事儿我不会迁怒宋钱。
打小我跟儿子相依为命长大，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，也很孝顺。上班前3个月几乎没花什么钱，攒着所有工资给我买了一个包。那个包是我最便宜的一个包，却也是我最珍贵的一个包。他会被这样哄骗，无非是打小我把他养得太单纯了。我在书房坐了一整晚，终于想出了对付陈鑫的办法。第2天，我就找宋钱道了歉，诚恳道：“昨天是妈妈不对，太冲动了。你既然喜欢他，那妈妈也就不反对了。”宋钱脸色稍缓，叹了口气，握住我的手：“妈，我知道你这么多年为了这个家不容易，警惕一些也是应该的。但是欣欣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拜金女孩，等以后你们相处久了就知道了。”我表面上微笑，暗地里咬牙切齿，想我卢金玲一辈子机关算尽，却没想到生出这么一个傻子来，不会是基因变异了吧？我从兜里摸出一张卡递给宋钱，笑道：“昨天欣欣吓着了吧？带她出去买点礼物，安慰安慰她吧。”妈，宋钱苦笑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欣欣真的不喜欢这些东西。每次我给她买奢侈品，她都说不要，让我留着钱。”我故作惊讶，可是我看她微博很多名牌包啊，嗨，那都是我非买给她的，她不喜欢那些东西，老埋怨我乱花钱来着。我真是越听越上火，我真想疯狂地摇晃她的脑袋，看看里面到底装了多少水。真不想要的话，为什么不拒绝？怎么可能每次都买了才说不要？真不想要的话，怎么会恨不得360度拍照，在微博发800遍？真不想要的话，怎么会天天转发新款？就差指着鼻子告诉宋钱我想要这个了。我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呵呵，人家不喜欢，咱们不能不表示吧？你找时间带他去买点啥吧。”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都找人跟着宋钱。他一带着陈鑫进了商场，我后脚立马赶到，躲在一边观察他们。果然，陈鑫眼珠子瞪得跟灯泡似的，一双眼睛从各大专柜都快拔不下来了，嘴上却还是假惺惺道：“我都说了，我不喜欢这些了，你干嘛还非要带我来？是我妈说那天太冲动了，要买点礼物跟你道歉，你也别怪我妈。我妈这些年也挺不容易的。”陈鑫表情一僵，随即又恢复了自然，柔声道：“那是你妈妈，我怎么会怪她呢？她不喜欢我，肯定是因为我哪里做得不好吧？没关系的，我以后改就是了。”我捏紧拳头，该死的绿茶！宋钱笑着在他额头上亲了一口：“宝贝真乖，老公带你去买包。”陈鑫最近微博在转发了一条香奶奶的新款，他看来是真的很喜欢，不着痕迹地引着宋钱往香奶奶走去。这个还挺好看的，他欣喜道，随即又瘪嘴：“可是太贵了。”宋钱拿出手里的卡：“没事，我妈给钱了，你喜欢什么就买。”可是陈鑫失落道：“我不想你花这么多钱，阿钱，你也知道我不是冲着你的钱才和你在一起的，算了吧，我不要这个了，我们走吧。”他的演技十分浮夸，连一边的导购小姐嘴角都忍不住一抽，只有宋钱这个脑干缺失的傻货一脸感动：“傻姑娘，你干嘛总是这么懂事啊？没事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就做主了，就买这个。”不，陈鑫大概是觉得火候还不到，摇摇头：“我觉得还是不买了。网上100块的包也很好看，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，也不比大牌差什么。我感觉我现在的身份背这么贵的包还是不合适。”嘴上这么说着，手上的包却拿得紧紧的，不断地在自己身上比划。宋钱刚要说话，我就忍不住了，从拐角处走了出来，惊喜道：“哎呦，你们也在，真是好巧啊！”宋钱微微皱眉，把陈鑫护到身后：“妈，你来干什么？”我还没说话，
一边专门接待我的经理就出来了，笑着对他道：“宋先生，最近上了一批新款，我们早就跟卢女士约好日子了。”哦，宋钱一脸讪讪，有些尴尬地朝我笑了笑。我假装没看见，凑过去看陈鑫手里的包。哎呀，这不是最近的新款吗？欣欣眼光可真不错。陈鑫眼里闪过一丝厌恶，却不得不在宋钱面前强颜欢笑。阿姨，我就随手拿的。我勾起嘴角，欣欣喜不喜欢这个呀？阿姨给你买好了，就当做赔罪礼物。那天阿姨情绪有点上头，你别跟阿姨一般见识呀。怎么会呢，阿姨？陈鑫瞥了一眼宋钱，僵笑着道：“阿姨，我不喜欢这个，这太贵了，也不符合我的身份。”我皱眉点点头，这倒也是。宋钱啊，妈妈这就要说说你了，你这个人太不体贴了。宋钱疑惑，我指了指陈鑫手上的包，欣欣手上这个包58000呀，她还有一些别的名牌包换着背，都挺贵的。你说天天背着这些包去公司，人家该怎么看她呀？知道是你送的，会说这个女生虚荣，让男朋友送这么多奢侈品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这个女生被包养了呢。我们知道欣欣是什么人，可是别人不知道啊。我拧着眉点着宋钱，你呀，欣欣明明不喜欢这些东西，你还非要送给她，你压根就不在乎她喜欢什么。你就是在自我满足。这么单纯不做作的姑娘，你问过她喜欢的到底是什么了吗？宋钱被我绕晕了，糊里糊涂地跟着我的话头道：“欣欣说喜欢100-200块的帆布包。”对啊，我一拍手，你干嘛非要强迫别人接受压根就不喜欢的东西呢？你这是道德绑架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朝一边的经理使了个眼色，经理会意，帮腔道：“是的，宋先生，这款包的价格不是初入职场的女孩子能承担得起的。”确实很容易引来风言风语。宋钱挠了挠头，恍然大悟：“妈，你说的有道理。”他羞愧地看着陈鑫：“抱歉，欣欣，之前是我太肤浅了。我总觉得想给你买点东西撑场面，我没想到你的内心很强大，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点缀的。”他气得简直要哭了，怪不得之前你总是骂我乱花钱。是我不懂事。陈鑫目瞪口呆，完全不明白事情怎么发展到了这个地步。他张了张嘴：“不，以后我再也不送你这些了。”宋钱打断了他：“我妈说的对，是我考虑的太少了。你的身份确实不该背这么贵的包。我是不是给你惹来了很多流言蜚语？”“不是，我。”宋钱紧紧握住他的手，深情道：“我回去在网上给你买帆布包好不好？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们就买什么样的。”陈鑫脸色铁青，差点直接撅过去。宋钱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：“妈，谢谢你，不然欣欣背地里还不知道要受多少委屈。”我眉开眼笑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看欣欣高兴的都站不住了，赶紧带她回家网购吧。那行，妈，我们先走了。宋钱高高兴兴一把抢过陈鑫手里的包：“欣欣，你以后不用为了我强装喜欢了。”我们走。陈鑫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包被导购接过去，估计心里都在滴血，想说话却又憋得说不出来。我当着他的面把那个包拿了过来，微笑道：“我还挺喜欢这个颜色的，给我包起来吧。”陈鑫眼里都快喷出火来了，恨不得冲过来生吃了我。我朝他摆摆手，笑得慈祥：“欣欣啊，不用感谢阿姨，别给宋钱省钱。回去那帆布包你想要几个就买几个，周一到周日换着背。”看着他恨得指甲攥进手心里，却一句话都不能说的样子，我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小样，跟我斗，玩不死你！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宋钱脸色有些黯然。我明知故问：“怎么了？欣欣不开心啊？”
宋钱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欲语还休。妈，他踟蹰道，今天回去，欣欣一天都不开心。你说他是不是其实挺喜欢那个包的？可是明明他之前说不喜欢的。他说的有些混乱，搓了搓带着疲惫的脸。我心里冷笑，嘴上却说，我觉得欣欣不像是那么物质的姑娘，可能是心情不好。你别想太多了，小姑娘嘛，这几天哄哄她就是了。过了几天，我找机会把宋钱的股份全部都转让了过来。之前我心疼她打小跟我一起吃苦，孩子又懂事儿，总觉得她没有爸爸，我这个当妈的要加倍补偿她。公司股份让给了她大部分，只是现在看来，我半生打拼的东西她似乎保不住，那还不如拿回来我自己留着，让她做一个富贵闲人，以后成立基金会养着她也就是了。我找了个借口，说最近董事会有人想把我踢走，我必须拿到49%以上的股份才能坐稳董事长的位子。宋钱不疑有他，干脆利落地签了股份转移书。妈，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，你以后留着就行，不用给我了。看着他单纯如白纸的脸，我心里暗叹一口气。我之所以这么奋斗打拼，就是为了能给孩子一个好的条件，让他无忧无虑地长大。可他真长成了一个傻白甜，我这心里又实在不是滋味儿。陈新梅拿下那个包生了几天气，很快又和宋钱和好了。他也知道，只要把着宋钱，别说一个包了，以后家里的一切都是他的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只是这口气憋进了心里，总会有忍不住的那一天。没过2个月，宋钱回来跟我要钱了。自从把股份要回来之后，他的零花钱我也停了，理由是最近资金紧张，手头没有余钱。我不知道宋钱有没有怀疑过，但是表面上他什么也没说。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要钱。他小心翼翼道：“妈，我想给欣欣买辆车，你能不能给我转点钱？”我心里一紧，面上不动声色。怎么突然要买车了？宋钱不好意思地笑笑。我最近工作忙，没时间接送欣欣。之前有一次下大雨不好打车，他在路边淋了2个多小时，回去发烧发了一晚上。妈，我真感觉欣欣需要一辆车，她都工作了，没有车出行也不方便。正好欣欣她下周要过生日了，我想当成生日礼物送给她。我低着头，面无表情。雨里淋了2个多小时，不能回公司，不能随便找个地方躲雨吗？再说下雨打不着车，难不成地铁也停了？哪个傻逼会在雨里一直淋着？也只有宋钱会相信这种离谱的说辞。看来没买那个包，他真的很不甘心，这次打算直接要个大的了。我呵呵笑道：“行啊。”公司正好有一辆丰田要换了，反正就是代步车而已，你先拿去给他开嘛。宋钱微微皱眉，可是欣欣朋友们开的都是好一点的车，他开那种二手车会被人笑话吧？他虽然不在乎，可是妈，我也不想让人看清他。我心里骂骂咧咧，脸上却还得维持着笑容。看来陈鑫把宋钱拿捏住了。我用之前那一招不好使了，哪怕这个钱必须要花，我也绝对不能让他花痛快了。那行，我干脆利落地点点头，怕没行不行。落地150加是 W， 现在就能提车，买这辆别人总不会笑话他了吧？宋钱松了口气，笑道：“妈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为难的。但是儿子……”我话锋一转，妈妈相信欣欣是个好姑娘，但是她身边那些笑话她的人可就不一定了。这种狐朋狗友在一起时间长了会把她害了的。这样吧，她生日的时候你请她的朋友们吃个饭，你再准备一个手工礼物，把车钥匙藏在里面，看看他们怎么说。要是他们祝福你们，
那最好。要是他们说三道四，你也能让欣欣看清他们的真面目，别被他们带歪了。宋钱眼睛一亮，好主意，妈你不知道。欣欣身边确实有些女孩子，她犹豫了一下，继续道：“我觉得不太好。之前她闺蜜还偷偷要过我的微信，我每次说她都不在意，正好趁这次让她好好清醒清醒。先让你自己好好清醒清醒吧。”我假笑道：“妈妈永远都是向着你的，好儿子。”送钱给陈鑫过生日那天，我也去了。他们去的是我家新开的5星级酒店的自助餐，那是我刚收购的。送钱还不知道，看得出来，他对陈鑫真的很用心，标准选的最高标准，1998一位。我让经理偷偷给我安了监控，在办公室坐着看。卢总，您看这样行吗？经理点头哈腰的朝我笑着。我挥挥手，辛苦了，你先出去忙吧。陈鑫带了5、6个朋友来，这次是真存了吃大款的心了，一下子就是1万多吃出去了。几个满脸高科技的女孩身上背的包一个比一个贵，冲着宋钱笑意盈盈。你就是陈鑫的男朋友啊？比照片看着还要帅啊！陈鑫藏得够严实的，好几次了都不肯带出来，终于让我们见着了。陈鑫挑了挑眉，脸上隐隐得意，他8成猜到了送钱会送给他车，而且送的还会是好车，这才肯带人出来炫耀炫耀。这个姑娘的虚荣心太强了，写在脸上，让人一眼就能看透。只有送钱这种傻缺才睁眼瞎。几个人都知道送钱条件不错，这次吃的也挺好，围在一起把他几乎捧到了天上去。宋钱脸上也带上了笑容。对了，欣欣，这是我给你挑的礼物，希望你喜欢呢。一个女生从古驰包里掏出一个香奶奶5号礼盒递过去，生日快乐，还有我的。另一个女生拿出一条项链，陈鑫面前堆满了礼物，满脸笑意，抬起头来期待地看着宋钱。眼前这些都是小东西，他知道宋钱那里才是重头戏。宋钱，你送欣欣什么呀？一个面容精致的女生朝着宋钱挤了挤眼睛，这一下子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了宋钱身上。在陈鑫激动的眼神里，宋钱笑着从包里掏出了一只手工染色帆布包。我一个没忍住，扑哧笑出了声。这种包我刷短视频的时候见过，某宝全套材料卖38。宋钱表情很诚恳：欣欣，你不是喜欢那种帆布包吗？但我之前买的感觉你都不是很看重，这个是我亲手画的，画了好久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全场陷入诡异的静默，包厢里落针可闻，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僵住了。半晌后，陈鑫语气干涩道：“宋钱，你开玩笑的吧？”宋钱还没觉出味儿来，微笑道：“我没开玩笑啊，你不是说你喜欢来着？”坐在陈鑫左边的女生先开口了，她脸上之前热情的笑容一扫而空，讥讽地看向陈鑫：“这就是你说的小开呀？我看是个抠男吧？”“对啊，我的天哪，什么年代了，还送女孩子手工包？梦回2008。”另一个女生捂住嘴，夸张地笑道：“有些男人就喜欢给人画大饼，实际上抠得不行，恶心死了。”“就是啊，什么玩意儿啊，打发叫花子呢，8成就是废物一个。这种东西都送得出手，这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”几个女生你一言我一语，越说越过分，把宋钱贬得一文不值。宋钱脸色逐渐难看起来，看向陈鑫，可是陈鑫却一脸不忿地盯着他，一句话也不说。“欣欣，你就这么让你的朋友们说我？”宋钱忍不住开口。陈鑫冷笑一声，把帆布包扔在地上，扭过头去：“怎么，我们说的不对呀？抠男还不许别人说了？你这一手软饭硬吃玩的挺花呀，
刚才还夸宋钱帅的女生翻脸讽刺道，一脚把地上的帆布包踩住展了展，嗤笑一声。宋钱放在桌上的手不断握紧，青筋爆出，脸色难看得要命。哎呀，抠男恼羞成怒要打人了。我看着宋钱愤怒至极又隐忍的样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的孩子，哪怕在我最穷的时候，我也没让他受过这样的委屈和侮辱。他是真觉得陈鑫喜欢帆布包，费了好几个晚上和好几个包才勉强画得满意。而此刻，那个画着他和陈鑫两个人头像的包包在地上已经被踩脏了，抹布似的被人一脚踢到角落里。宋钱僵硬着站了起来，从地上捡起那个包，拉开侧面的拉链，那里最深处的夹层里静静地躺着一个崭新的保时捷车钥匙。真搞笑，刚才嘲笑宋钱的姐妹团话到嘴边，突兀地停下了。她看着那个车钥匙，脸上五颜六色的炸开，活像见了鬼似的。宋钱脸色黑得能滴出水而来，把那车钥匙用力扔在了桌子上，自嘲道：我妈之前说你是冲着我家钱来的，我还不信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原来你对我的态度都取决于我能为你花多少钱是吗？陈鑫惊呆了，眼珠子依依不舍地从车钥匙拔下来，慌张地去握宋钱的手。不是啊，你听我说，阿姨是对我有偏见才会那么说的。你放屁！宋钱第一次忍无可忍骂了脏话。你说你上下班不方便，让我给你买车，我妈特意给我多拿了10万，让我别等，立马去提了一辆帕梅。你呢？你不但任由你的所谓朋友对我冷嘲热讽，还在我面前说我妈对你有偏见。我看有偏见的不是我妈，而是你。他失望地看了陈鑫一眼，在他悔得肠子都要青了的眼神里，拿起了那个车钥匙。这辆车我就是扔了，也他妈不会给你。说着，他转过身，决绝地出了门。我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，包厢里的人也傻了。陈鑫眼带恨意地扫了一眼她所谓的闺蜜们，你们他妈的有病吧？一直骂她干嘛？闺蜜们脸色也难看起来。你不也没拦着吗？再说你刚才态度也没多好啊。现在来跟我们马后炮。陈鑫咬住下唇，抓起包来就往外跑。阿钱，等等我！这一场闹剧终于收场。我把监控关上，回了家。一进门，宋钱已经坐在了沙发上，他双手抱着头，一言不发。我走过去，假装不知情，摸了摸他的头，问道：怎么了？宋钱沉默了一会儿，把头埋进我怀里。我看到他的眼圈红了，默默叹了口气。从小我都没让这孩子受过什么苦，这大概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挫折。作为妈妈，看着孩子难受，我其实也不好过。但是我知道，这孩子成长需要迈出这一步。妈，他闷闷道。陈鑫他真的是冲着我的钱来的。他声音有些哽咽，拽着我的衣服不肯抬头，看起来是真伤心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背，没有说话。其实我知道你还没有接受他，包括上次买包你都是在试探他。我虽然爱他，但我不傻，他有的时候确实让我感觉不对劲。可是，他带着哭腔道：可是妈，我一直在说服自己是我感觉错了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他。我低声道：孩子，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，成长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。宋钱没说话，顿了一会儿，他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我知道他是下定决心要跟陈鑫分手了，只不过这一出戏还没到谢幕的时候，我看着正无声哭泣的儿子，心里默默道：孩子，别怪妈妈狠心，但是我要让你彻底认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我卢金玲的孩子不能永远活在温室里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宋钱都没有出门，只不过他的手机一直在响，
一开始宋钱都狠下心来没有接，只不过2天以后，他的神色就开始犹豫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他的手机再次响起，他偷偷看了我一眼，拿着手机站起身来：“妈，我吃饱了，我先上去了。”说着，他就急着上楼去了。我不用跟着上去，也知道他是接陈鑫电话去了。而陈鑫必然是梨花带雨，哭泣哀求，百般解释着让宋钱原谅他。宋钱心软，搞不好真的会把这事儿接过去，这是我不能接受的。这最后一次，我必须把陈鑫从宋钱心里连根拔起，让他再也没机会出现在我面前。我打了个电话，宋钱也下楼来了。他觑着我的脸色，迟疑道：“妈，陈鑫约我出去谈谈。他说他是一时糊涂，让我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。他似乎也觉得不太好，声音越来越小。欣他这几天吃不下睡不着的，声音都很虚弱了。”我扯起一个讥讽的笑意：“好一个吃不下睡不着，声音虚弱，怎么就没虚死了他？”我垂下眼睑，把话说清楚也好，你让他明天来家里吧，正好妈也有些话想问问他。宋钱一怔：“妈，不用担心，妈不会欺负他。”我说完话就走。宋钱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好。第2天中午，陈鑫如约到了家里。这次他带了大包小包的东西，看着我的眼神里隐藏着恨意，却不得不满脸堆笑。阿姨好，这是我特意去买的野生海参，很补的，您尝尝。我接过礼盒，礼貌笑道：“你有心了，谢谢。”这次我没有下厨，家里的厨师做了一桌子好菜。陈鑫坐下来，就对着表情冷淡的宋钱装可怜。他今天的妆很清淡，嘴唇泛白，没什么血色，看着很有几分弱柳扶风的样子。宋钱一开始还冷着脸，后来就忍不住表情缓和了下来。阿钱，你知道我打小就没什么朋友，那些女孩是我仅有的朋友。我那天不是不维护你，但我真的很怕我说话太重，他们就不跟我玩了。我知道是我懦弱，以后我会离他们远远的。他说到动情处，直接掉了眼泪，拉着宋钱的手哽咽道：“我只有你就够了。”宋钱动摇起来，慢慢地回握住陈鑫的手。陈鑫嘴角露出一丝隐秘的笑意。我冷眼看着眼前这破镜重圆的一幕，等着最后一位客人的上门。不多时，门铃响起，我走过去打开了门。一个高大的年轻男孩儿把手里的礼物递给我，笑嘻嘻道：“卢姨好，这是我妈让我给您捎的，说是您最喜欢她种的花茶了。”我笑着让过身子：“阿成，快进来，就等你了。”宋钱听到声音有些惊讶，用眼神问我怎么还有客人。我假装没看到，把贺连成带到饭桌前坐下。贺连成抬眼看了陈鑫一眼，笑容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恶意：“老情人，好久不见了。”陈鑫面色巨变，慌张地站起身来，把椅子都撞倒了。宋钱皱眉：“妈，这位是……”我坐在主位上，慢条斯理道：“阿钱，这是你的前辈，妈今天把他叫来，就是让你跟前辈交流交流经验，取经的。”陈鑫的脸色已经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贺连成倒是一直笑嘻嘻的，挑眉看向宋钱，问的话却车马牛不相及：“兄弟，你开的什么车？”宋钱一愣：“法拉利。”怎么了？贺连成伸手跟他握手。巧了，我开的布加迪。宋钱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贺连成继续道：“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陈鑫面色惨白，身体摇摇欲坠，看向贺连成的眼神里带着恳求。贺连成却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对着宋钱道：“3年前，我开着车被一辆小宝马追尾了。我一开始贼上火，那车我刚提了没2月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
宝马上下来一小美女，穿一白色吊带裙，看着要多清纯有多清纯。兄弟，我没别的毛病，就是爱怜香惜玉。我当时就说算了，我自己修车。结果那女的是死活不让啊，说虽然家里条件一般，但是做人要有原则，非要赔我钱。你说男人这东西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哈，反正我是好色。你说送上门而来的不要白不要，这一来二去的吃着饭，我就跟那女的好上了。这车钱就别说了，我一年光礼物就给那女的砸了好几百万。送钱已经猜到她要说什么了，表情僵硬，扭头看向一边的陈鑫。贺连成喝了口水，笑道：“我真是个大冤种，还打算领着那女的回家见家长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有一天晚上，我在那女的手机里发现一个群。”说到这，他斜眼睨着陈鑫，语气调笑，一字一顿道：“也活该我做王八。那群叫你如何高段位拿下富二代。我这才知道，搞了半天我甚至都不是第一个。之前已经有仨兄弟上过当了，我这按资排辈都是4师弟了。不过现在，贺连成看向宋钱，语气同情：“现在你是5师弟了。”陈鑫尖叫一声打断贺连成：“你撒谎！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你！”他急切地握住宋钱的手：“阿钱，这肯定是阿姨看不惯我，特意找来诬陷我的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难道不信我吗？”宋钱没说话，定定地看着贺连成。贺连成会意，拿出手机道：“不过我也不吃亏，到底睡了1年，一夜夫妻百夜恩，花点钱是应该的。”他说着调出几张照片，放大给宋钱看。那上面一个半盖着被子的女人正对着镜头微笑，被身后的男人拥住躺在床上。你以为把我照片都删了，没想到我还有备份儿吧？陈鑫，你说咱俩也好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这心也太狠了吧？怎么假装不认识我呀？我记得在床上的时候，你不是这样，对我挺热情的呀。别说了！陈鑫大喊着去抢他的手机，状若疯狂。只是我们已经都看清了照片上女人的脸。宋钱拿过手机，一张一张地翻看着，上面还有贺连成拍的群聊记录。陈鑫正得意地炫耀着他拿下贺连成的过程。这些二代都没脑子，傻得很，稍微一勾手指头就上钩了。我路过专柜，多看几眼包都不用自己说话，他就帮我拿下了，简直不要太好骗。以后真的不掉一代了，还是二代好啊！年轻有体力，床上也强，这个出手真挺大方的，一块表就7位数了，比那些抠门老男人强多了。后面还有很多不堪入目的话。宋钱慢慢的手指颤抖起来，面色涨红。阿钱，陈鑫还要去拉他，却被他一把甩开。滚！宋钱双眼通红，猛地站起身来。他看向陈鑫，打断他不停的辩解：“你他妈的别再狡辩了行吗？都这样了你还在撒谎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”他眼里是沉重的怒意和痛楚，怒极反笑。原来我才真的是个傻子，一直被你玩得团团转。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陈鑫流泪摇头，可我是真的爱你，之前是我一时糊涂，可是你是不一样的。贺连成摇摇头，嘲讽道：“你不是说我才是不一样的吗？怎么他又变成不一样的了？到底谁才是不一样的呀？”陈鑫愤恨至极，看着他眼里几乎喷出火来。“你闭嘴！”宋钱声音更大，“该闭嘴的是你，拿着你的东西赶紧给我滚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”说着，他大步踏出去，打开门，把地上陈鑫带来的东西一股脑丢出了门，扯着陈鑫的胳膊往外赶。“滚呐！”陈鑫抹了一把眼泪，看着我的眼神隐忍着恨意。最后他伸手点了点我：“算你狠，
我微笑以对，大门被猛地关上，宋钱一下子垮了，转身捂住脸蹲在地上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贺连成叹了口气，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背，安抚道：“兄弟，都有这一遭的。当时我难受的喝酒都喝进医院了，总会好起来的。”宋钱没说话，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，轻声道：“孩子，你恨我吗？”贺连成是我调查了很久才调查出来的陈鑫前男友，我花了大力气跟他妈妈才打上交道，把这事儿跟他说了后，他满口答应下来。你不知道，那个女的差点把我们家都搅散了。提起陈鑫，他还是满脸恨意。这事儿包在我儿子身上，我保证他给你办妥了，这才有了今天这一幕。我从很早就知道，陈鑫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必须疼狠了宋钱，才会真的清醒过来。这一刀捅在宋钱的心上，也疼在了我心上。只是不知道这一刀会不会影响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。宋钱顿了一会儿，抬起头来，他眼睛红彤彤的，眼神复杂。半晌后，他开口了：“妈，我只恨自己太傻。”宋钱虽然单纯了一点儿，但本性还是好的。他窝在家里消沉了很久才走出来，我们母子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影响，他慢慢的还是好了起来。我把朋友的女儿介绍给了他，那是真正的白富美，自身条件也很优秀，国外顶尖大学毕业，自己早早就开始了创业，独立自主。宋钱一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，但是很快两个年轻人就彼此吸引，走到了一起。半年后，他俩顺利订婚，家里每天都在为了不久之后的婚事做准备，喜气洋洋。陈鑫之后又来纠缠过宋钱几次，但都被我未来儿媳妇打发走了。宋钱这次也没有再心软，坚决地跟他划清了关系。我一直关注着他的动态，生怕他再来破坏宋钱跟我儿媳妇的关系。眼看着宋钱这边彻底没戏了，陈鑫又故技重施，调了个富二代。只是他这一套玩的次数太多，在一次跟着富二代聚会的时候，撞上了前男友，被人当场戳穿，名声彻底臭了。他这次死缠烂打，孤注一掷的给那个富二代生下了一个孩子，打算用孩子逼宫嫁进去。结果富二代的妈妈是上一代的宫斗冠军，哪里是好相与的？他放出话来说，绝对不会认这个野种。后来还找人恐吓了陈鑫一顿，把他租的房子都给砸了，还把二代给他买的东西都抢了回来。陈鑫没办法，只能带着孩子自己养活。只是有了个孩子，他更难找对象了。再加上生产之后没有好好坐月子，他脱发严重，身材也走了形，也没有钱供他去做美容，整个人都垮了下来，再也钓不到富二代了。然而他虚荣的本性改变不了，手里剩下的钱撑不起他的生活，他就变卖之前男朋友们给他买的奢侈品，勉强过日子了。只是那点钱到底有限，挥霍了没多久就一干二净了。现在听说他已经开始去 KTV 和夜场工作了，只是人老珠黄卖不上价格，只能守着一些秃头老男人卖笑，日子一天比一天惨。他也跟宋钱要过钱，宋钱没有给，只说他是自作自受。经此一次，宋钱成熟了不少，工作上也更加上心，很快接手了家里的公司，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。结婚那天，宋钱在婚礼上发言，我在下面看着，主持人问他有没有什么话想说，他想了想，拿过话筒：“妈，你之前问我恨不恨你，现在我可以回答你，我从来都没有恨过你，你是我妈，我的软肋和铠甲。我知道你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我好，我永远都不会恨你。以前你为我操心太多，也吃了太多苦，以后换我来保护你，照顾你。许是灯光太刺眼，
我已经很多年没哭过了，这一刻眼眶却酸涩难言，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我笑着擦掉泪，好，妈妈相信你，未来还长，好日子这才刚刚开始呢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